作用，请看。我们在一起有2年了，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呢，他对我特别好。现在这个社会本身压力就大，我找一个家庭比我们家好的，我感觉负担确实挺大。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过，他不想找一个家庭条件特别好的女孩交往，因为他会觉得有压力。但是我挺喜欢他的，我想跟他在一起，所以我就把这事儿隐瞒了。我也挣扎过，毕竟感情也这么长时间了，但是他就花钱特别大手大脚，我特别接受不了。我对他好，我喜欢他，在乎他，那我就给他买东西。但是现在他突然之间就要说跟我分手，我觉得我喜欢你，在乎你，我对你好，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错，凭什么他说分手就得分手？我不能接受。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李25岁，来自天津，他的职业是酒店销售，学历大专。女主人公小金25岁，来自河北，职业是文秘助理，学历本科。来，有请2位。认识大概多久？2年多了，一开始都挺好的。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他当时说过不想找一个家庭条件跟他不门当户对的。他说找一个条件比他好的，他觉得会有压力。好。所以当时我就隐瞒了一下，因为我觉得2个人挺有好感的，也挺聊得来的。比我们家经济条件太好的话，我感觉会有很大的压力。我觉得也差不多，就是。我父母不是做那个矿产生意的嘛，我也不知道家里具体是什么样，反正我是吃喝不愁的。但我也不觉得有多好，他就觉得差太多。后来1年以后，他去了我家，知道了我的家庭条件，发现不一样了。在他们家门口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可能很多我跟你当初说的事儿，都会与你看到的不会太相符。他们家什么样啊？他们家是那种2层的小楼。我们家是住的单位的宿舍楼然后里边的设备各方面，我感觉比我们家庭强太多了。从他们家出来以后呢，他的各方面吧，就是对于消费这块，然后发生了很多跟我之前格格不入的一种。他就总说我变了，总说我大手大脚，我是这么想的。我当时觉得他已经知道了我的家庭条件了，以前我们过得可能相对辛苦一点，我就是想给你买点东西，怎么了？男女朋友嘛，谈恋爱。他把我之前穿的一些衣服，我都感觉还能穿，然后他就帮我悄悄的就扔掉，然后再帮我买一些其他的很贵的衣服。第1年的时候干嘛不给买啊？因为第1年的时候，他曾经说过在意这个家庭条件这块，所以当时我就其实也给买，只不过是在我们那个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。发现他的家庭背景之后，等于他开始大手大脚了，是吧？对，有一次到宿舍的时候，我发现桌上面放着一沓钱，还放着一张银行卡。当时我就给他打电话，然后他就告诉我，最近你工作也不怎么顺利，拿这些钱先用着，如果不够这个卡里面还有。当时心里是不是有点不舒服？特别不舒服。我当时心里头觉着特别不舒服，而且特别无奈。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。后来还有一句话，可能我非常接受不了，因为我这个人本身有点大男子主义。他说什么？然后他说实在不行我养你呗。我那就是开玩笑。我特别接受不了他的父母跟他想法是惊人的相似，他父母甚至跟我说，以后你来这边让他爸给你找一个更稳定的工作，甚至你如果不工作的情况下，你也可以跟我女儿在一起，只要你对她好。父母的意思也不一定就代表我的意思，而且我根本都不知道。慢慢的各方面我发现他其实变化特别大。有一次他当着他的那么多朋友的面，我们一起出去玩，然后呢他说他想吃一个奶酪吧，然后我说咱们要隔壁超市买吧，但是他非常轻蔑的，他就用那么一种语气说，他说我要吃那个谁那家那个奶酪，然后你帮我去买呗，大不了我给你钱，你打车过去呗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当时他的朋友们都在那儿，有的窃窃私语，有的在那儿笑而不语，我感觉他的朋友们当时没说话，但是我感觉已经比说的任何。你会不会太敏感？他就每一次我说什么，他都觉得我是好像你的家庭条件多好，你怎么看不上我？说话什么的不给我留面子。可能这个敏感是因为他的欺骗，因为我当时很排斥的这种想法，反正充斥着一些自己个人的原因吧。这个很影响你们的感情吗？我觉得其实挺影响的，因为我觉得每天都跟我生气，什么都变了，做人处事啊这些，反正我感觉基本上都变了。有一次我们俩他开车出去，然后我俩走到4环的时候，他一个电话突然可能他有点事儿要走，然后我下了车以后呢，我就随便的说了一句，我说走到这儿了，你说我该怎么回去呢？然后他就突然拿出一沓钱来，他说行，赶紧打车回去吧。你是不是就感觉钱能办到一切的事儿啊？
我不知道。你包括打个洗脚水，你都这样，真的打洗脚水也给钱。对，他让我打洗脚水的时候，很无意间的就暴露出来的他那种想法。然后他跟我说什么？他说：“给我打洗脚水吧，亲爱的，大不了给你小费呗。你是感觉有小费就能支持得了我就跟你在一起都不能说话了是吗？我只要说话就全都是错。我觉得这都是情侣之间正常的开玩笑，你怎么就总那么看我呢？但是开玩笑，你有必要什么玩笑都带上钱吗？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。小静，你是不是从心里特别喜欢他？嗯。你愿意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吧？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越不想要，我越想给他买。这可能也跟我之前的那个感情经历有点关系吧。我之前交过一个男朋友，一开始都挺好的，但是后边他知道了我的家里边条件了，知道了以后，他就各种的跟他的朋友什么就炫耀，然后整天跟我要东西，完了甚至后边发展到那个他的朋友都找我借钱，借完钱就没影了。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怎么一开始怎么就看上这样一个人，我就觉得他不是这样的，所以他不要，我就更想给他买啊。你买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些售货员是怎么看我的吗？他们都在说，他们都会笑着，你总是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们笑着都会当着咱们的面说啊，你看你找了一个多好的媳妇儿啊。但是你知道人家心里头是怎么想的吗？人家就这么想的，就是媳妇儿挺好的嘛，对你。就因为这些事儿，就非得一定要分手。如果他就说从今往后他不再这样了。他就是按你的要求去生活，但是他可能吗？我一次一次原谅他，我一次一次相信他，但是他一次一次的骗我，而且一次一次说了改又不改啊，我还能相信他吗？所以你提出分手是吧？对，我必须分手。你今天是想挽留他对吗？嗯。看看老师们怎么帮你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先和女孩说吧，可能你很委屈，你觉得有钱有错吗？爱他有错吗？有钱没错，但是用钱替代爱就有错了。爱他也没有错，但爱的跋扈你就错了。其实你不懂得如何去爱他，比如说给他买各种高档的东西，但他要的是这个吗？包括你父母对他的态度，更像是父母为了满足一个溺爱的孩子，给他买一个玩具。可恰恰你这个男朋友他是有志气有想法的一个普通的男人。他并不想去靠在金山上吃软饭，而你对他这种爱的方式践踏了他的自尊，所以你一定要提升自己对金钱的一种认知，对感情的认知。男孩，首先呢，我很支持你靠自己打拼，有志气，有自尊，但是过于自尊，其实背后隐藏的就是自卑。我只是不想把爱情跟钱并在一块儿谈。你说是这么说，但是你恰恰把它搁进了你的爱情的标准。甭管钱对于爱情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，你都是要把钱放到了爱情里。如果你看上的是这个女孩这个人的话，那么对钱你就抱一个平常心。我觉得如果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在一块儿，靠自己的能力跟实力，自己辛辛苦苦的打拼，然后创造一番事业的话，我会感觉很珍惜这段感情。这个没问题啊，我能理解。其实你还是一种自卑。他之前之所以欺骗你，那不是目的，那只是手段，因为他喜欢你这个人，这点你要是理解的。他有他的背景，他有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方式。如果你接受不了，永远接受不了，那你其实可以跟他说再见，但千万不要以这个为理由去伤害他。小李，不知道之前你爱他吗？你挺爱他的吧？对呀，对，我认为这个姑娘挺难得的，而且两个人的爱情要浪漫。比如说你说啊，他打洗脚水给你小费，他就是开玩笑，因为他在调剂浪漫。有时候开这种小玩笑没什么，你要觉得不舒服，你俩以后 AA。如果你俩彼此相爱，你花你的，你花你的，就舒服了吧？大家都觉得麻雀变凤凰啊、罗马假日啊这些电影特别浪漫，其实真的要时间一久之后，会发现会出现很多问题。但我觉得有一点啊，就是那个小李啊，那男孩啊，我觉得你不要装可怜，就老口口声声说你一次又一次的骗我，你一次一次又欺骗了我，人家没有伤害你，确实就伤自尊这一点我承认肯定是有。很多人以为啊，两个人的条件差异可能只是金钱的区别，不是的，两个人之间的条件的差异，它带来的是心理上的落差，是生活方式的落差，是看待事物的落差。他可能要为之奋斗10年、20年的东西，你一生下来就有了，所以你根本就不看重这些东西，你甚至会鄙视那些人要为这些东西去奋斗。但是
得到这个东西并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奋斗的过程。愿意这么去奋斗，这个心气神，这个精神，是一个男人很难得的东西。你现在缺乏对这种精神的尊重。家里有什么都是外在，关键在于你会什么，你在做什么，你在奋斗什么，这个很重要。有了这个才能称之为一个真正的人，不然的话就是寄生虫。我也有工作，对，我现在是在做，我知道，但是确实就是在你跟他相处的过程里面，你表达出来的这个意有这点趋向，这是不好的。两个人在一起是生活方式的结合，不能融洽出矛盾，不行，谈崩走人。能融洽才能够在一起，才能够结婚，才能够生活。你父母对他的态度，我相信是有的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人家给我介绍对象，他父亲是房产公司的老总，特别有钱，女儿跟我特别聊得来。然后去见他爹的时候，他爹看着我的样子就是，我知道你是为了钱来追我女儿的，但是无所谓，只要你对我女儿好。非常的不好，这种话特别刺伤人。我觉得刚才徐总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就是两个人相爱在一起，一定要有独立的事业。我偏向于支持他这一面。我觉得你不是应该把他拉去过你的生活，而是应该把你拉去过一下他的生活。你虽然已经过了1年了，但我觉得这日子过得不够，你的独立的生活才刚刚开始，你应该尝试一下能否脱离你的父母，去过一下你们两个人真正的小日子。别以为你口袋里有钱，穿着名牌，别人就真的尊重你。尊重你的唯一方式是这些钱是你自己挣的。当陆琪说那番话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我发的那条微博，我说当有些人一出生就有的东西，我们要为之奋斗几十年才拥有，但有一样东西你一辈子都不会有，那就是我们曾经一无所有。当时马上就有人跟帖说你这是嫉妒，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有一句话当出现问题的时候经常说，那便是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问题的，但真正操作起来会暗暗地呈现出某些人的行为方式。比如说有兄弟俩，老大夫妇下岗没钱，老二开公司，有一天父亲病了，于是开家庭会议，老大满脸愁容地说，我没钱，老二医药费都你出了，我可以出力，我来照看父亲。老二说没问题啊，医药费都我来出，而且你在医院护理的这些吃饭的钱打的的钱都给我报。这个家庭会议开得非常圆满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一派和谐景象。但是过了一阵子就出现问题了，老大开始埋怨，老二你以为你扔了几个钱就可以不来看爸了吗？这不是你的爸吗？于是老大呢就说，反正是我在照顾，那索性我就什么都往里面报销。这个时候老二心里也痛苦了，这难道这爸不是你的爸就光是我的爸吗？我出了医药费也就算了，你居然什么钱都拿来报销。后来两人就做到了极致，老二就跟老大说，你别照顾了，不需要你照顾，我请护工。然后老大就说，护工能跟我比吗？儿子毕竟是儿子，护工毕竟是护工。我为什么说这个故事？其实爱情也是如此，在爱情的初期，双方基本上都是在出力出感情，没有触及到现实问题。而一旦到婚姻了，或者是快要结婚了，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的时候，出现了必须要用钱来解决问题的时候，就出现了选择。而有选择就会有痛苦，没有力的只能出力，他没钱出。而有钱的就可以选择，我到底是出钱还是出力。就比如说你，金钱真的是可以弱化一个人爱的能力。财富使每个人对于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，他认为给你烧锅粥，给你这个端水送饭，我就是爱你。你认为什么？我爱你就是可劲儿的给你花钱，我给你买好的，我就是爱你。你怎么没有想到，如果真正爱一个对方，要把自己的爱真正沐浴到对方的内心深处的话，不是金钱可以表达的，而是要真正的自己点点滴滴做出来。而男方也恰恰是如此，你从最开始你所定的标准就是，我绝对不找家里富裕的女孩，
过于的重视金钱的标准，那就是你过于自卑。有钱没有什么错，我也想有钱。有钱有什么不好？有钱不做恶事，有钱不拿去鄙视别人，有钱不拿去砸别人，有钱有什么不好？倒是那些脑袋里面想着钱，嘴巴上却视金钱如粪土的人，那才叫无耻和阴暗。所以我还是那句话，放下你的身段，放下你的敏感，否则的话，今天算了，拜拜，就这样。人生啊，别仇视财富。我觉得我们现在最缺的并不是钱，很多人缺少的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人格，是一个属于自己的有信仰的一个价值观。这个事儿说白了就很简单。小李，我跟你说，我是你的话，我挺高兴的。他用他的方式来爱我，我用我的方式来爱他，我没觉得什么，我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小白脸，我不会觉得我在出卖什么。因为其实在人格上人是平等的。我真觉得你也缺少一个独立人格的培养，你也差点意思。其实真正在使用财富的是谁？是人呢。如果你这个人有了问题了，这个财富一定会起变化。当你是一个人格完全完整的人的时候，其实财富在你手里只是一个工具而已。为什么你们俩我们都在说了那么多，一直在说？因为确实我们现在年轻人在恋爱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有一部分的价值观丢掉了，失去了。包括因为我们父母对孩子的过分的爱，而忽视了让孩子自己去闯，所以我们丢掉了很多东西。没有关系，都可以调。你要放下的是那点自卑，你要放下的其实很简单，迁就这个男人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们不因为有财富而耻辱，我们耻辱的是我们挥霍了财富，我们把财富变成了贴在我们脸上的一层金面子。仔细想一想，每人的1分钟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告诉对方，对方在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地位。来，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其实我到现在还是非常的喜欢你，但是可能会发生了很多的事儿吧。然后每一次说完为了我你什么都会改这样的话之后，你有多少想去做这个事情？你表现给我的东西呢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一点都没有见你改变的意思。你觉得一个人的耐心有多少？一个人的相信程度有多少？你还让我怎么去相信你？我真的会改的。你这句话已经说过不只是5次10次了。那就因为这些，我们在一起2年了，就这么散了吗？其实我也不舍不得，但是我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，你也知道。我肯定改。我不知道我还能说些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我现在的这个想法。你较什么劲呢？你又较什么劲呢？为什么要为一个男人改变自己啊？回吧，2位，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曾几何时啊，财富变成了爱情的一个障碍了。各位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决器，你会接受一个爱你，但是因为家庭条件比较好，还没有弄清楚财富是一件怎么样的事儿的异性，你会接受这个人吗？接受就是赞成，不接受就选反对。来，各位请选择。现场有 59.26% 的朋友说我们还是接受吧。这个数据 40.74% 的朋友说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，爱情是个太个性的东西。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来，一起数5个数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跟他说再见吧。可能是我表达方式有问题，但我真的会改的。我知道我可能
没有那么顾及他的感受。我很少说别人这样分开就心里面不纠结一下，但是我今天心里面真的一点纠结都没有。我是觉得如果勉强，所谓做改变，一个人怎么可以改变他20年来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？他无法改变。但是我觉得没关系，如果你坚持自己，不去以父母的财富为荣耀，自己去创造财富，我觉得还有更好的爱情等着你。也许就是这个小伙子再回来，不要去改变自己。谢谢你，请回。